来到永生医院，祝您在此获得永生，以标本的方式。规则怪谈，还是被选到了。我想死在这里。规则1：永生医院内，请时刻保持安静。如果听到查房的脚步声，请立刻闭眼。规则2：护士长柳曼是这里最敬业的员工，她讨厌不听话的病人和邋遢的装扮。规则3：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主治医生长出了第2个头，请不要表现出惊讶，那是他的勋章。规则4：不要吃医院食堂的肉食，除非你想成为肉食的一部分。来了，快闭眼！检测到宿主处于极度危险环境，天赋禁忌窃听已觉醒，当前等级金 L1，可听到方圆10米内诡异生物的实时心声。今天的新人看起来味道不错呀。这些新人为什么一个个都长得这么土？刚才那个死胖子血居然溅到了我珍藏版的蕾丝袖口上，这可是深渊美妆节限量的啊！洗不掉怎么办？气得我想把他的肠子扯出来打个蝴蝶结。咦，这个男的长得倒是不错，皮肤真白，一看就是个没熬过大夜的。要是能把他的脸皮扒下来敷在我的缝合垫上，效果肯定比那劳什子血浆面膜强100倍。小哥，你长得真俊，不如让我把你永远留在这里吧。找死！居然敢在这时候睁眼，这小子绝对是脑子坏掉了，准备被炸成筛子吧！护士长，请原谅我的冒昧，但在你对我动手之前，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件事。哦，临终遗言吗？男人，不管是人是鬼，这种死到临头还想套近乎的套路我见多了。一会儿我要先切了他的舌头喂狗。你的针脚开线了。疯了！这家伙绝对是疯了！他居然敢点评 BOSS 的脸，根本就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他死不要紧，别连累我呀！什么？开线了？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昨晚对着月亮缝了3个小时的黄金比例。该死！难道是因为刚才剁那个胖子的时候用力过猛？天哪！我现在是不是看起来丑爆了？除了开线，你今天的底妆似乎也有些氧化了。在这个惨白的日向帮灯光下，显得你左半边脸有些灰青，完全衬托不出你这种高贵冷艳的荒诞风气质。真的开线了，虽然只有1毫米。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护士长，别急，我恰好随身带了一些修补的小玩意儿，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帮你重新调整一下，顺便帮你遮掉那块氧化的地方。他想干什么？他一个卑微的人类，居然想碰我的脸。但是他说的氧化好像很有道理，而且这个男人的眼神好专业，不像是在撒谎。要是他真能弄好，我就先不吃他了。你真的能弄好？当然，在进来这里之前，我是极其专业的美容顾问。忍着点儿，可能会有一点点紧致感。这哥们什么来路？这里还是我整容？好了。天哪，这真的是我吗？这种完美的提拉感，那种光泽度，这个人类，他简直就是个天才，他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这是体力恢复剂，送给你了。还有，这个楼层的病人都不怎么听话，如果以后在这里有人敢欺负你，直接报我的名字，
今晚我要去停尸房，跟那帮邋遢的老姐妹好好炫耀一下，羡慕死她们。你就这么把他打发了？那可是 S 级难度的精英怪啊！由于你完美利用新生反向攻略 BOSS， 获得 S 级评价奖励。获得奖励：全图通用通行证，医院版，护士长的信任，好感度友善。隐藏提示：您在刚才的操作中听到了柳曼的潜意识，他非常厌恶地下的大壮屠夫，因为对方总是弄脏他的地板。全图通行证，柳曼的信任。第一个爽点已经完成了，不过在这个深渊般的医院里，这仅仅是个开始。完了，是屠夫，这回死定了，他可不爱美。救命啊！救命啊！为什么要让我出来巡逻啊？好多人，我好怕，怎么会有生面孔啊？一看到生面孔，我的手就抖得停不下来，根本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了，只能砍点什么缓解尴尬了。我想回家织我的小毛衣。警告：检测至致命恶意，目标危险等级 S 级，禁忌窃听自动高频运作。跑啊！你去挡住他！你刚才不是很能说吗？去啊！去给老子挡住他！他过来了！他过来了！这个人类为什么要冲过来抱我？救命！救命！人多真的好多人，一个、两个、三个，为什么他们都要盯着我看啊？我的头套是不是戴歪了？还是我刚才脱刀的姿势太土了？他们是不是在笑话我？紧张死我了！一紧张我就控制不住想砍点什么缓解压力，可是如果我把它砍了，我是不是还得留下来清理地上的血啊？那也太麻烦了。我昨晚刚洗的围裙，上面那个手工绣的小黄鸭不能弄脏呀。不能弄脏。小黄鸭，这特么也是屠夫？这分明就是一个重度社交恐惧症晚期患者，外加一个内心住着小公主的手工缝制游者啊！大壮，别冲动。他叫我名字了！天哪，他居然知道我的艺名叫大壮！天哪，他看我了！他怎么一直在盯着我的围裙看？难道他发现我那个绣歪了的鸭屁股了？完了，丢死鬼了！我想找个地方钻进去啊！求求你别看了！你再看我真的要羞耻到原地爆炸了！我要劈了他！对，只要劈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人知道我袖口差了！劈了他！你的苏拉平粘法用错了。那个鸭屁股之所以歪，是因为你刚才在缝纫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这块粗皮革布料的经纬张力。如果你在收线的时候换成回针绣，再配合上乱针法，那个小黄鸭不仅不会歪，还会在这块厚皮革上面呈现出一种极具艺术性、带有立体感的浮雕效果。这家伙绝对是个疯子！他刚才在说什么？平针法、经纬张力、浮雕效果，他是在跟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死神讨论十字绣吗？我大宗师，这他遇到真正的大宗师了！他刚才说什么？回针绣？对呀，我这个猪脑子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种针法不仅能锁死线头，不管是缝人皮还是缝棉布，那绝对都是一绝呀！老子以前怎么就只会一针一针的死搭呢？大师，求求你教教我吧！我真的好想学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浮雕鸭子。隔壁停尸房的那个缝纫鬼，天天用2根破骨针在老子面前嘚瑟，只嘲笑我这个行刑官只会剁肉，根本不懂艺术。只要你肯教我，这层楼里有哪个不长眼的鬼一敢过来惹你，你跟我说，我帮你把他们全剁成饺子馅儿。带我去你的冷库，你那里应该有针线吧？抱到大腿了！老师居然主动要求去我的秘密基地，老师请跟我来。今天哪个要是敢在路上不长眼拦着，我直接送他去见院长那个老王八蛋！
真来，前世在冯日场当学徒的经历倒是不算白费，再加上能随时窃听到这家伙的心理行动，大壮哪里不会？我只要装模作样的指点2句，就能彻底唬住他。看好了，大壮，这一针要斜入3分，这是艺术的弧度。如果在落针时角度偏了一点，整块布料在受力之后就会产生褶皱。你那个小黄鸭之所以会变成歪屁股，就是因为你在拐角的时候没有留出这3分的余地。太强了，老天爷啊！老师这一针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角度，对，就是角度。我以前落针的时候都是直挺挺的戳进去，难怪拉线的时候皮子总是皱在一起。学会了，我学会了。有了这一手，我今晚回去就能织出最完美的护颈了。院长那个整天喜欢掐我脖子的老东西，以后要是再敢掐我，我这护颈就能直接卡断他的手指头。院长会掐大壮的脖子，看来在这个医院里，这个最神秘的 BOSS 也并不是绝对的统治者。大壮，最近院长是不是又在研究新花样了？我看你这围裙上的针结被他折腾得不轻啊。院长那个老家伙就是个疯子，他最近在搞那个永生手术，把这一层所有病人的内脏都掏空了，去供养地下2层的那尊肉莲花。听说今晚12点肉莲花就要开了，到时候整个医院里的活人都会被吸干。我也好怕。院长说，如果我今天抓不够10个新鲜的材料，就要把我拆了填进花盆里。可是，老师你是好人，我不想把你填进去。要不，我把刚才那2个推你的人抓来凑数。对，这个主意好，那2个家伙刚好够数。吸干所有活人，看来这个副本的通关条件，绝不仅仅是混过一晚那么简单。如果不想办法干掉那个院长，所有人都是死路一条。夺权计划，刺杀院长，哼，有意思。爽点和利益都已经摆到台面上了，要是不痛痛快快的干一把，还真对不起我这个金手指。大壮，想不想再也不用怕院长？不怕院长？这怎么可能？院长可是手里握着院长手册的男人啊！他在这个永生宫院里，那就是无敌的主宰，谁反抗他，谁就得死。哼，我有办法，再加上护士长柳曼也会支持我们。大壮，你看，这是他刚才亲手送给我的定情信物，说错了，是合作信物。柳曼那个臭婆娘，今天居然抢在我的前头线殷勤，居然还送了定情信物！不行，老子绝对不能输给他！这层的诡异里，我才是最强的！我也要立功，我也要老师给我独家指导刺绣！剁了院长，必须剁了那个死秃头！干了！老师，你说怎么搞我就怎么搞！今天晚上我非要把院长那颗秃头用针绣制成毛线球，天天挂在腰上踢着玩。很好，那么第一步，先把外面那2个想卖我的废物给抓过来。他们既然那么想让我当材料，那今天我就让他们发光发热。先去引开院长办公室门口的那几只看门狗。在这规则怪谈的世界里，善良是这个世界上最奢侈、最没用的垃圾。想要活下去，唯有比诡异更疯、更狠，才能登顶王座。我的眼睛，我的三观！你们快看那头怪物的右手腕，它在编织什么？那特码是一件粉红色的护手吗？疯了！这个叫苏晨的玩家带着 BOSS 去冲院长办公室了，他是来这永生医院当太上活的吧？救命啊！苏晨救我！刚才我推你是为了帮你引开他，真的，我那是战术性后退，求求你让这怪物救救我！禁忌窃听开启。没死，他为什么还能控制那个屠夫？只要老子这次能活下来脱困，我第一件事就是去院长那里举报他。我知道1号病房的秘密逃生口在哪，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到时候我要让院长当着我的面把他剥皮拆骨，做成这医院里最下等、最恶心的标本。战术性后退，呵呵，不得不说，你的演技确实不错。大壮，这2位说是院长的贵客，急着想去负2楼给肉莲花当养料呢，你帮他们一把。哦，肉莲花呀，那地方被吸血可疼了。不过既然这2个废物是老师的仇人，嘿嘿，解碎了送过去喂花，可比织那个劳德子毛衣简单多了。做得好，现在去院长室。在这种人吃人的规则怪谈里，圣母永远活不过前3分钟。既然你们想拿我当替死鬼，那就得做好被我反手做成献祭材料的觉悟。
老师，我怕。这里的镜子好恐怖，他们会偷走别人的脸。上次有个姓梁的诡异想进去给院长送药，就因为好奇看了一眼，结果整张脸全烂了，皮都被扒拉干净了。有了新鲜的鬼脸真漂亮，这个男的皮相真好。不过你要可别，我要做新的鬼脸。谁敢跟我再试一眼，我就能把你的灵魂扯进了放根儿。规则5：在院长室长廊，请直视前方，永远不要看镜子里的自己。如果你发现镜子里的你正在对你笑，请立刻挖出自己的眼睛。规则说不准我们看镜子，但他可没说不准让镜子看别的。大壮，把这2个废物转个身，背对着我们，让他们面对镜子。闭眼，我没让你睁开，绝对不准睁眼。该死，这个人类为什么不睁眼？他怎么闭着眼睛？他在推着肉盾走，他在作弊！这个无耻的骗子！不管了，快到嘴的鸭子不能飞了，先抓这2个送上门的！不，苏晨，救啊！大壮，跑！进来吧，敢让屠夫和大护士都为你折服的新医生。这就是那个身上有那个人气息的小鬼，呵呵，苏远山的儿子。只要在今晚12点前把他作为最后一位主要素，我就能彻底跨过领主级的坎，成为真正的永生者。那个人，苏远山，我3年前在怪谈降临的第1天就离奇失踪的父亲的名字，他怎么会跟这个医院的院长扯上关系？苏晨，你今晚的表现真的很优秀，优秀到了甚至让我有些不忍心把你做成那些普通的没有灵魂的冷冰冰标本了。这样吧，我们来玩个游戏，只要你拿起桌上这把手术刀，亲手剁了这头蠢笨、邋遢、只配在冷库里待着的朱诺，只要你剁了他，今晚你就是永生医院的副院长，而且我还会亲口告诉你，你的亲生父亲最后被我关在哪间实验室里，如何？老师会杀我吗？对啊，我只是一个只会剁肉、满身发臭的蠢货。老师可是连护士长都要讨好的大人物，他还要找他的父亲。如果老师真的想拿我的命换情报，我就不反抗了。我把脖子伸长一点，让老师砍得顺手些，尽量别把血溅到老师漂亮的衣服上。你笑什么？沈院长，你的剧本写得不错，但有一点你搞错了。哦，我搞错了什么？我父亲苏远山教过我一件事。永远不要跟一个死人谈条件。死人？苏晨，你是在说你自己吗？不，我说的是你。解析成功，其心脏有什么致命弱体，每隔10分钟需要吞噬新鲜血液维持跳动，当前距离下一次跳动可晕30秒。大壮，把他的心脏给我挖出来喂狗！老师没有抛弃我，居然敢挑拨和我和老师的关系，去死吧！院长手册，那才是接管整个医院的唯一凭证。今晚这间永生医院必须改姓苏。大壮，你这头只配在垃圾堆里找食的猪，竟然真的敢对我挥刀！我要把你做成最烂的饲料！该死，体内的能量快不够了。肉莲花今晚12点才盛开，不行，我必须先吃掉大壮，用他的血肉来补解心脏。大壮，低头侧劈！哇塞，老师太厉害了，居然能预判，今天非砍死他不可！苏晨，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那我就先成全你！警告：高强度精神冲击即将到来，禁忌窃听触发防御机制，强制过滤音频转化为文字模式。死吧，死吧，死吧！没有人能在这丧钟之下活命！等你这个小野种的大脑被震成一滩浆糊，我会亲手剥开你的头盖骨！
我倒要看看苏远山的儿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沈院长，你是中午没吃饭吗？这种蚊子叫一样的声音，你也指望拿来杀人？放下他！那不是你能碰的东西！大壮，挡住他，给我撑住5秒钟！不能退，我绝对不能退！老师让我守5秒，即便我今天被这个死秃子剁成肉泥，我也要守住这5秒。老师，我好像快要撑不住了，他在啃我的骨头，好疼啊！够了！检测到速度正在强行篡改医院底层协议，当前进度10%、30%。沈木，你看看你的背后。全要通知，院长沈木已陷入虚弱状态，其心脏中蕴含肉莲花的全部精华，吞噬者可强行晋升为本医院下一任领主。你们这群该死的畜生，竟然想要造反！这不可能！这本手册只有拥有苏远商血脉的人才能强行激活里面的底层协议，苏晨怎么可能激活它？难道苏远商那个该死的老混沌，早在3年前被送进1号病房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今天这一步？父亲苏远山的血脉，强行激活手册，原来我能被选中进入这个该死的怪谈副本，从一开始就绝不是偶然。大壮，回来！老师夸我了，老师刚才叫我回来了，老师没有利用我，他是真的要保护我了。跟着老师果然能干大事，那个死秃子今天死定了。谁拿掉他，谁就是今晚本医院的副院长。不，滚开！我是领主，我是院长，你们这群下贱的畜生！不啊！丁，恭喜宿主成功击杀领主级 NPC 沈木，永生医院副本进度大幅度跳跃，当前进度85%，获得神话级称号。代理院长内，您对地级以及以下的一切诡异拥有绝对的生杀权，无需任何规则代价。这是沈木的心脏，也就是肉莲花的种核。晨儿，是你吗？晨儿，救我！这个声音，这是我爸苏远山的声音，他真的在深渊底层。大壮，1号病房到底在哪里？现在就带我去。那个地方真的去不得啊，老师！院长刚才临死前对你撒了谎，1号病房里根本就没关着活着的苏远山，早在3年前就已经彻底变成了供养肉莲花的养分了。不对，在1号病房里关着的是比院长还要恐怖1万倍的东西，那是苏远山死后被肉莲花剥离出来的，纯粹由恶念组成的影子啊！警告！警告！今夜12点整已到，永生医院肉莲花已完全盛开。终极 BOSS 激变之夜，苏远山已正式苏醒，永生医院即将在正点吞噬。所有残存的活人玩家，请在倒计时10分钟内逃离医院，否则将被强行作为养料献祭。跑！天地要塌了！快跑啊！再不跑，门票永远关上了！逃？我既然进来了，就没打算空着手回去。大壮，拿上你的刀。叫上门口那群刚收的诡异员工。今晚我们去1号病房接我爸回家。苏晨，你他妈疯了吗？这时候你还往底下走？快跟着我们跑啊！大门马上要关了。老师太他妈帅了！在这大灾难面前，别人都在像狗一样逃命，只有老师敢逆流而上，这才是顶天立地的真男人啊！既然连老师这种身板的人类都不怕，我这头200多斤干巴烂肉还偷分到老师干了！今天晚上我今天豁出去了，直接用这碎骨刀把它剁成莲藕排骨汤给老师当宵夜。剁成莲藕排骨汤，这家伙的脑回路真是越来越诡异了。1号病房，禁忌生命体栖息地，权限要求院长级。给我开！
又来了一个送死的吗？这一带进来的小家伙，胆子倒是比沈木那个戴眼镜的废物要大上一些。不对，这股血脉的味道为什么会这么熟悉？难道是他？这股血脉的共鸣，门后的这个怪物到底是谁？晨儿，你不该回来的，你长大了，你到底是谁？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我爸当年失踪的苏远山，他到底在哪儿？晨儿，我就是你的爸爸苏远山啊！过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这3年来，你在外面受苦了，你长高了，也变强了，爸爸真的很欣慰。过来，好孩子，到爸爸这里来，和爸爸微微一体吧。只要我们微微一体，我们就能永远留在这座医院里，再也不用受现实世界那些尔虞我诈的苦了，好吗？过来呀，晨儿，快！晨儿，快动手杀了眼前的这个我！这具身体不是我，我不是你真正的父亲，我只是当年你父亲死后被肉莲花强行剥离出来的，由无数恶念和记忆组成的恶念影集。真正的苏远山正在核心区受苦。晨儿，你千万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任何东西。这朵花正在疯狂吸收你的生命力，它马上就要彻底成熟了。它需要拥有苏远山直系血脉的鲜血，作为最后一位成熟的药典。快走啊！冗余的感情只会让人死得更快。大壮，给我上，剁了那朵花！孽障！晨儿，你竟然让这种下贱的畜生对你的亲生父亲动手！我可是你亲生父亲啊！丁，解析成功，目标真相：肉莲花寄生体。该生物通过模拟最亲近的来诱导利用陷阱，其核心弱点位于莲花根部的共鸣心室。沈木那个废物演的都比你好，我爸苏远山可不会像你这么废话连篇。大壮，借你的血一用！不，我的身体！好，干得漂亮！不愧是我儿子，晨儿。记住爸爸接下来的话，去京城，去那座被迷雾彻底笼罩的钟楼，真相都在那里。丁，恭喜玩家苏晨成功击杀 SS 级异变体影分身，获得唯一神话级道物肉莲花之石，服用后可随机进化一项宿主已有天赋。由于您彻底摧毁了本场副本的核心支柱，永生医院副本将在30秒内进行永久性关闭魔术。大壮，走！苏先生，刚才不知道为什么直播信号突然中断了整整3分钟，但是系统刚才的数据显示，你不仅完美通关了，你甚至把整个 S 级的永生医院副本给强行拆了。太可怕了！这个小子的成长超出了我们系统的监控极限，今天必须启动清理计划，绝对不能让他活过去。苏远山的儿子果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他刚才在副本里断网的3分钟里，到底听到了什么？很好，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绝对不能让他火吃微笑，不能让他察觉出异常。在他还没发疯暴起之前，他就彻底属于我们的解剖台了。院长，哦不，瞧我这脑子，副本打傻了。主任，我刚才在里面消耗太大了，现在太累了，能帮我拿杯水吗？我好渴。哎，好，苏先生受苦了，水马上就来。想杀我？那你们最好先准备好，把这座城也变成地狱。苏先生，你这是？检测到宿主正在主动服用融合肉莲花之石，
基因重组成功，天赋强制进化，禁忌窃听 LV3。全知领域新增特殊技能死者低语。您现在不仅能听到10米内活人与诡异的心声，还能清晰地听到死去的死者残留在这个世界的执念低语。苏远商根本就没有死。苏远商在钟楼里，他还活着。看来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来，苏先生，赶紧趁热喝了。这是我们研发中心专门为您这种特级功臣准备的，里面加了高洁的生物提纯原质，能最快速度、最有效地缓解您在副本里受到的精神压力。喝吧，快喝！快把这整杯药全给我灌下去！我就是全人类第一个能亲手解剖 S 级通关者的大脑的人。沈木那个在副本里被分尸的白痴没做成功的永生实验，就由我替他完成。这杯水里有我女儿的骨灰，那是他为了做那个该死的生化实验，亲手把我女儿放进粉碎机里，一点点磨碎的。全知领域，这就是 LV3 的进化吗？不仅能听到活人的恶意，还能听到那些被这些斯文败队害死的怨灵。苏先生，你怎么不喝呀？是不是温度不太合适？赵主任，说实话，你这杯水的味道真的很不对劲。不，苏先生，您开什么玩笑呢？这可是研发中心最新提存的生物药剂，怎么会味道不对？因为我从这里面闻到了一股人骨头被磨碎了的味道。苏先生，你真的会开玩笑？这都是最先进的生物制剂，是吗？所有人员注意，目标精神波动出现异常，可能已经察觉。红外线锁定，预备。一旦赵主任在里面给出动手的暗号，立刻破门击毙。只要保住他的大脑，回收大脑组织就足够了。在那些该死的副本里，我为了生存要杀的是那些奇形怪状的诡异，而在现实世界里，我最想杀的从来都是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狼。赵主任，既然这杯水对身体这么好，今天你就给我一滴不剩的全部咽下去。不许动！放下赵主任！苏晨，这是叛国，立刻双手抱头跪下，否则当场击毙！开枪啊！你们可以试试看，是你们大口径步枪的子弹飞得快，还是我捏碎他这颗猪脑子的速度更快？别开枪！救我！苏晨，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高阶绝地觉醒者，你的一切荣耀，你一切前途都是国家给的。你现在的行为是在自毁前程。重点保护，自毁前程。我的妈呀！这个苏晨的眼神为什么会这么吓人？把那个死副本，这就是要喊他拼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区区几套房子的奖金，你们连自己的命都不想要了吗？苏晨，别在这里拖延时间，我们的人已经封锁了整个避难所，你插翅难飞。丁，检测到宿主正在现实室无法强行调用副本最高权限，神话级称号代理院长强制生效中。检测到永生医院与现实世界现实坐标对接成功，正在连接虚幻与现实的维度裂缝。强制召唤指令启动，召唤目标：本院最强行刑官大壮。大壮，给我开！诡异降临了，这不可能！这里是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啊，为什么副本里的怪物能跑出来？大壮啊，这几个人说想请我去他们的生化实验室里做客，你觉得我们应该去吗？做客？那种把活人切开的地方一点都不好玩。那这群连毛都没长齐的小瘪三，居然想要把我的老师关进铁笼子里！所有敢打老师主意的人都该被我剁成最烂的饺子馅儿！撕碎他们，动作稍微利落点，记住，别弄脏了我新买的鞋。告诉我苏远山被你们送到了哪里？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苏先生，求求你放过我吧！沈总局是直接下达的最高机密命令，他们说苏远山是第一例0号感染者，身上拥有最原始的病毒母土，必须立刻送去京钟楼进行深度解析。我真的只知道这么多啊！京钟楼，又是这个地方。游戏才刚刚开始，既然你这么想找到你那个好父亲，那在这里恭候你的大驾。全球公告：超大型现实联动副本《迷雾之都：京城钟楼》已强制开启，全人类觉醒者请注意，该副本为阵营对抗赛，由于高维逻辑干扰，本场副本生存概率判定为3%。倒计时正式开始。京城是吗？我会去的，但在那之前，大壮接着。在出发前，先拿这座避难所给你当零食。由于您强行服用了超艮级神话道具，您的基因序列正在发生毁灭性重组。警告：检测到宿主当前灵魂强度过低，不足以承载神话级进化的卫贵。在此模式下，每击杀一个对你带有杀意的目标，其灵魂残片都将转化为您灵魂的加固养分。全知领域 L3 升级完毕，恭喜您获得神话级唯一被动技能罪恶审判。凡是出现在您视距内对您带有杀意的目标，其死期、死法都将以血字形式呈现，无法被命运遮蔽。大壮、清场，加快进度，我们要去杀穿这层迷雾了。在现实世界里，非法强行调用副本武力，屠杀上百名公职人员。苏晨，你比你父亲当年还要疯狂。林小姐，在这个地方见你，你这套义正陈严的开场白，是不是显得有些太陈旧了？负隅顽抗，只会让你死得更难看。苏晨，你犯下的罪，足够你被执行1000次极刑。比起我的罪，我倒是对另一件事更感兴趣。林小姐，不如我们来聊聊你脚下的影子里那个现在正在嚎啕大哭拼命求救的小女孩。不，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看穿我的影子核心？那可是京城中流最顶层的那位大人亲手设下的禁忌锁链。苏晨，你找死！好一个曙光计划，好一群救世的活菩萨！林有为，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曙光吗？不过是一具盗用我父亲骨头活着的恶心尸体罢了。大壮，给我压住那些剑！欺负老师的人全都得死！死！不管你是神仙还是界仙，敢对老师动手，我今天就把你砸成肉泥！御剑术，断红！苏晨，你确实很强，但你还不是我的对手。交出你手中的院长手册和肉莲花种子，跟我回京城接受审判。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可以保你一条命。
保我一条命。林小姐，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才会施舍别人性命。全知领域，阴影吞噬。这不可能！不，我的身体为什么动不了了？你是怎么夺取我影子控制权的？苏晨在强行召唤苏远山的力量，不，这根本不符合系统的逻辑啊！逻辑？林小姐，我就是逻辑。那个一直在你的影子里哭喊着求你快点杀掉他，求你给他一个解脱的小女孩，那才是当年那个真正死在曙光计划手术台上的你吧？你被他们杀掉，抽干了脑髓，硬生生塞进我爸的骨头，拼凑成了现在这个高高在上的剑仙怪物。林小姐，你恨他们吗？我好恨啊！哥哥，杀了我！求求你快杀了现在的我吧！带我走，带我离开这片该死的让人窒息的迷雾！带我走啊！警告：检测到违规篡改底层嫌疑行为，系统最高安全保护机制已启动。苏晨，我在正中的鹅凹第99层等你。如果你真的有本事能活着走到顶层，我就告诉你，你父亲苏远山临死前留给你的最后一封绝笔遗嘱。主线任务：登顶京城钟楼，夺回被抢走的圣地的擂鼓。警告：你已被系统判定为全人类阵营的头号通缉犯。注意，凡是击杀您的玩家或 NPC， 都将获得高原主机的终极重赏。大壮，别在那儿用飞剑剔牙了，干活了。我们要去拆了那座塔。全世界都要来杀我，呵呵，有点意思。我父亲一模一样的基因序列，批量生产我的亲生父亲吗？苏远山，你这个玩笑开得一点都不好笑。好多的老师的爸爸呀，全是肉，不对，这些肉闻起来都是坏掉的，里面全是臭味儿。老师，我好恶心，我想一刀把这些恶心的罐子全给砸烂。全知领域，给我开到最大，解析他们。丁，检测到大量同源基因生物信号，全知领域已自动为您开启高频过滤模式。该层所有生命体均为基因残次品，不具备独立灵魂。它们在此处存在的唯一物理意义为高维主机的情感电池。情感电池。晨儿，你终于来了，过来，让爸爸抱抱。你在外面受苦了。晨儿，过来。爱他，抱抱，他就是我们，只有死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团圆。晨儿，和我们合为一体吧。如果是以前的我，在现实世界里苦苦挣扎、渴望父爱的那个可怜虫，可能还真的会被你们这种廉价、恶心的温情给骗到。但现在，我看着你们这副样子，只觉得恶心。大壮，给我动手，一个不留，全部剁碎了喂狗！没用的。
放弃挣扎吧，我们没有灵魂，我们也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只是你父亲苏远生这20年来留在这座钟楼里的怨恨。在这座塔里，你是杀不死怨恨的。具无限细胞分裂，若不将母土彻底摧毁，都将拥有无限重组永生不死的效果。这层的大 boss 伪神子宫，想在这里跟我玩无限流？沈木没教过你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大壮，把我扔下去！神儿，不要跑，留下来，和爸爸微微一体。疼啊，真的好疼啊！你为什么要逃？你为什么要背叛伟大的神明？杀了那个孩子唯一的希望，他只要毁了他的希望，我就能彻底从这痛苦的子宫里解脱了。原来你根本不是什么神灵的子宫，你不过是我爸当年来这里时从他的身体里强行剥离的负面痛苦情绪罢了。既然你觉得这么疼，那今天我就送你一程，帮你彻底解脱。检测到宿主正在主动高强度物理接触母土核心，竞技技能影子剥离强化机制触发成功。由于目标处于高因果链状态，当前判定剥离目标母体内的全部痛觉神经元组织。放手！放开我！获取成功，你已成功剥离母土核心，化极苦难祭残片。由于吞噬高维痛觉神经，系统提示：技能说明，在技能持续时间内，您可以将自身所受到的任何程度伤害按100%的比例等量反弹所有的敌对目标。痛苦镜像，这技能倒是挺适合我的。给我！丁，检测到最高级剧情道具。4000多年，那是整整12年。我在这层屠杀的，竟然只是父亲这12年无尽苦难与怨恨堆积出来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残渣，而这仅仅只是整个99层钟楼的最底下的第1层。这张脸竟然长得和林佑辉一模一样。恭喜你啊，苏先生，能一个人打穿这片情感电池板，你比我想象中要有趣的多呢。真是最完美的祭品。第1层的这些基因残次品废物，竟然让这小子体内的基因融合速度在瞬间提高了整整15%。大人们在最顶层说的对，这个苏晨才是当年留下来的那颗最完美的主脑，只要把他送进顶层容器，一切就都结束了。你又是从哪个垃圾堆里爬出来的复制品？苏先生，嘴巴这么毒，可不是一个好医生该有的习惯哦。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2层到第10层的接近人，您可以叫我红藕。上面的风景可比这儿要刺激精彩的多了。上面的楼层里不仅有你父亲更高级的拥有独立异能的完美克隆体，而且还有你那位已经死去了20年的母亲的头颅，它就在第7层。你想去看看吗？你说什么？想看吗？想上去抢回你母亲的头骨吗？那就来杀了我吧，苏先生。只要杀了我，你就能拿到通往下1层的钥匙了。警告！警告！第2阶段主线任务已强制开启。主线任务：血色长廊。当前关卡难度等级判定为 SS 级。注意，人类天网前世界已完6名顶级觉醒者已在刚才强行通过外部传送站进入钟楼2层，他们的终极目标为猎杀通缉犯苏晨，争夺迷雾之主的冠冕。想拿我当踏宝石？大壮，别在那儿剔牙了。接下来，
我们要去杀的是一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绝对是神化级进账的征兆，只要在这里宰了他，把他的神化级心脏挖出来融进我的身体里，我就能突破瓶颈，顺理成章的突破到高维境界了。真没想到当年的那个实验体居然还在外面留了种。只要今天把这小子的尸体完整的带回去，钟楼最顶层的那位大人赐予我的赏色，足够我再换取100年的永恒青春了。雷奥和安然这两个老家伙胃口太大了，等会儿打起来肯定想吃大头。哼，我不跟他们争。等会儿动手的时候，我先在暗中用冰刺这小子的后腰，那里的生命原质最浓。只要能抢到那颗神话腰子，我就赚翻了。大壮，你刚才听到了吗？他们这些所谓的人类英雄刚才大发慈悲，说要让我今天在这个破地方死得体面一点呢。我去你的体面！一堆在阴沟里扒拉烂肉的野狗，也配跟我老师说体面？老师，你别动手！这几个装神弄棉的家伙，我一只手就能把他们的脑壳全部捏成烂西瓜。既然你们今天这么大老远的跑过来，想要拿走我苏晨的这条命，那今天晚上我倒要看看你们这6条野狗的命到底够不够填饱我苏晨胃口的。小野种，口舌之日，给我死来！风雷之！哈哈哈哈哈！给我碎成肉泥吧，小野种！禁忌技能：痛苦镜像100%强行反弹宿主所受到的任何伤害，并在反弹的绝对瞬间附加高原真实流血毁灭性效果。不，这不可能！这力量怎么会？我的手，我的手啊！第一个反伤异能，不可能！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级别的反伤异能？他怎么可能毫发无损的反弹雷奥的全力一击？反伤？林小姐体内的肋骨没教过你吗？在这个地方，我用的是裁决。救我！在这里。大壮，加餐。苏晨，别杀我！你不能杀我！我是圣女，我可以帮你。我知道你母亲的头颅在哪儿，我知道，求你别杀我。我知道，因为在你的影子里，我刚才听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你在说什么？放开！你在想，当年为了讨好京城钟楼最顶层的那位大人，你亲手拿着生锈的手术刀割开了我母亲的喉咙，我说的对吗？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连这个都……我还听到你把我母亲的头颅泡在第7层那一池肮脏的圣水里，日夜不停地用一根根沾满禁忌剧毒的骨针生生刺入她的太阳穴里，只为了从她残留的神经里提取出你梦寐以求的记忆残片，对吗？给我个痛快！痛快？那太便宜你了。既然你这么喜欢用针去刺别人的太阳穴，全知领域，一剑剥离。放开我！这是哪里？苏晨，你出来！不，你已经死了！你这个怪物早就被我割开喉咙了！滚开！别过来！不要！求求你放过我！我错了，我是圣女，我是高贵的人类救赎者。
看了这么久，不打算出来聊聊吗？这位内鬼先生。看来他的实力远超我，又或者他拥有一种极其高级的隐匿手段。像，真像，这小子发起狠来的样子，简直和苏大哥当年反抗钟楼时的模样一模一样。苏晨，你杀得好，安然、雷傲这群披着人皮的畜生，早就该死在当年的大灾变里了。不过，那件东西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如果你今天不能在这里杀了我，按照当年我和苏大哥签下的那份不平等协议，我也只能亲手把你送进最顶层的那个铁罐子里了。顾长风，你认识我父亲苏远山？何止是认识，这栋该死的黑色钟楼里的每一块砖，每一条生物血管，当年都是我和你父亲苏远山在这个破地方亲手夯实拉扯出来的。只是后来他看清了真相，选择了彻底反抗，而我这个懦夫却在最后关头退缩，选择了向那尊神明跪下，选择了臣服。这是你母亲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还活着的温热的器官。苏晨，它还在跳动，它已经感应到了你的血脉温度，感应到了你的到来。把它给我，打赢我。如果你今天连我都赢不了，那你也不用上去了。上到第7层，你也只是你母亲头颅面前一份微不足道的开胃菜罢了。哪儿来的死眼睛，敢在老师面前装逼？老师，大壮现在就把他那根破笔给砸成2截，顺便把他那张小白脸也给生生撕下来给你当鞋垫儿。大壮，你退下，这一战我自己来。检测到特殊剧情，挑战目标：人类天榜排名第2，书生顾长风。获胜奖励：您的肉体将被彻底抹除，灵魂将永久禁锢于京城钟楼2层，化为长明灯的燃油燃料。顾叔叔，既然你20年前选择了臣服于这栋破炉，做那尊神灵的走狗，那就请你今天先去地府给我妈探探路吧。警告：检测至法则类技能严令改写，对方正在强制修改本场空间的物理常数与时间流动频率，灵魂强度判定中，判定失败。由于对方位备过高，您的身体控制权正在以每秒20%力度迅速丧失。苏晨，这不仅仅是力量和等级的简单压制，这是维度的打击。在规则面前，你现在的反抗太过于幼稚。算了，这一笔我只用了不足3成力。苏晨，如果你连我这最简单最粗浅的规则炎魂都破不了，那你这辈子永远都触碰不到这黑色钟楼背后的真实真相。你父亲苏远山当年在这个地方反抗神明时，可是能生生用一双肉手直接撕裂我的全部炎龙的怪物啊！别让我太失望了，孩子。规则、言论，顾长风，如果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天榜高手觉得凭几句嘴炮写几个字就能彻底定死我的命，那你也未免太小看我身体里这颗刚刚吃下去的肉莲花了。检测到外部高维法则恶意侵入侵速成体内，系统安全机制强行反抗，强行降维模式已彻底开启。成功激活神话级被动异能，吞噬利用将上机变质，常吞噬嚼烂对方释放的阎罗法则能量，并将100%转化为自身的灵魂养分与基因代码。给我吃下去！这怎么可能？你竟然直接用肉体把我的法则炎灵给生生吃掉了！你体内的那股力量
到底是什么？丁，恭喜您吞噬顾长风炎灵定能量成功，您的当前灵魂强度提升至72%。丁，恭喜您吞噬顾长风炎灵散能量成功，您的当前灵魂强度提升至75%。领悟新被动技能炎灵免类文字声音改采时，您自动获得强制免伤抵抗力。顾叔叔，你写完了，现在该换我动手了！痛苦镜像，给我全开！影子玻璃，全面叠加！炎灵，画地为牢！疯子，这小子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刚才是在用自残同归于尽的方法，在硬生生破我的炎灵画地为牢。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打法，他难道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原质和灵魂吗？不对，等等，他被砸成碎肉的肩膀，怎么会？你输了。是啊，我输了。但我真的更希望你今天能一直输下去，因为当你打开这个盒子的一瞬间，苏晨，你就再也不是人了。检测到宿主正在尝试强行开启最高级因果圣物苏母之响，警告：正在进行宿主血缘基因序列匹配，匹配度100%，底层因果判定通过，终极封印禁忌符咒解除中。目标观测好0713，底层情感膜加载进度，母性本能数据模型正在强行模拟中。经判定，检测到宿主血缘目标苏晨，该个体为完美的物理与因果载体，继续保持深度观测。观测好，情感模块。模拟母性本能，完美的载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顾长风，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妈的心脏为什么会是这副样子？苏晨，你刚才用你那变态的听觉听到他心里的话了，对吧？终究还是让你听到了。苏晨，你觉得你母亲真的会是一个人吗？你觉得有什么人类的心脏能在钟楼最核心的基因污染中保持了整整20年，不仅不灭，反而还在规律的跳动？它根本就不是人类。20年前它叫星童，它是一颗从天外、从更高维度的文明深空里由于故障而坠落在这个星球上的观测器。它没有心跳，没有血液，它的体内只有无穷无尽的足以在1秒钟内将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彻底重启的主脑知识。20年前，它坠落在你父亲苏远山的实验室门前，你父亲那个疯子深深地爱上了他。而你，苏晨，你就是当年那场疯狂禁忌实验里唯一的成功案例。你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孩子，你是人类的劣等肉壳与高维意志数据融合之后的杂种。是一个杂种。我一直以为我是在为了父母复仇，以自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是在为了人类的自由而战。可现在他告诉我，只是一个由数据和肉体拼凑出来的，甚至人都算不上的实验载体。而我的母亲，甚至只是一个由于故障坠落的冷冰冰冰的观测器零件。警告！检测至宿主当前3观意识心理防线正在遭受毁灭性崩溃冲击，宿主当前灵魂强度正在以每秒10%的速度疯狂出现裂痕。警告！检测至肉莲花之时的能量正在趁虚而入，正在试图强行反噬吞噬您的全部负面情绪，尝试反向接管您的肉体控制权。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的。晨儿，妈妈不管自己以前是什么观测器，也不管那群家伙说我是什么主脑代码，妈妈只知道一件事，在20年前，在那个小小的铺着棉被的婴儿床边，我看着你对我笑，看着你慢慢学会翻身，学会叫第一声妈妈。我看了你整整3年，那种温暖，那种幸福的感觉，哪怕是用他们整个高维宇宙最精密、最冰冷的逻辑，也绝对无法向我解释明白。晨儿，没时间了，听妈妈的话，
吃了我。吃了你？是的，吃了我。这颗红玛瑙盒里蕴含着他们梦寐以求的最后1%的上帝代码，只有你把我吞下去，彻底完成高维融合，你才能有实力一路走到这栋黑色钟楼的最顶层，第90层。杀了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你母亲的主脑意识就在顶层，但现在的那个身体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属于你母亲对你的情感，她现在只是一个正在被系统强行启动的，准备清洗整颗地球上所有人类文明的灭世程序。大壮，拿着你的刀去后面帮我守着。丁，检测到宿主正在强行融合高维主脑核心星童之心，您的基因序列正在发生维度跃迁，碳基生命形态人类，物理量子生命形态神话级。由于融合度突破极限，您的灵魂强度正在疯狂暴涨，80%、90%、99%，突破临界点。走吧。苏晨，你到底要去哪儿？去99层，去亲手杀了。丁，检测到大量低级错误句，正在尝试污染宿主数据，是否开启逻辑抹除？抹除。老师这是变成了光吗？不对，老师变成了看不见的大嘴巴。老师刚才是直接把空气和那些怪物都给吃掉了吗？好可怕，但是好帅啊！我也好想学这一招啊！抹除。丁，掠夺成功，获得生化源质成了5000。掠夺成功，获得高频震荡切割技术，